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讲的这个度母啊，就是所讲的这个度母21度母占的话呢，那么就是可以它分为这个经的初一和还有这个中一和末一，就是分3个方面。初一呢，就是应该有这个它的经的名称和还有这个中定例句，就是应该有这个中定例句。那么首先就是第一个，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名称呢就是21度母占，就是21度母占，就是那么这个21度母占呢，总共有21尊度母啊，就是那么21尊度母，每一尊度母呢就是由一个寄送来就是进行这个赞叹。那么这个赞叹呢，就是实际上是佛经当中的啊，就佛经当中就是韩文里面呢，就是也是有就是韩文里面也是有，就是当时这个不空啊，就是他们也应该翻译的，就是也有其实这个汉地的话呢，就是叫这个多罗菩萨啊，就是多罗菩萨，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多罗菩萨这个经啊，就是多罗菩萨经里有这样的。然后我们那个藏传佛教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可以就是像阿底峡尊者等这个有些大德的话呢，就是认为是这个21度母，实际上是它是那个外序里面，我们外序呢就是有这个世序、心序、这个瑜伽序，就是那么这里面的这个世序当中就以前阿底峡尊者等很多大德的话呢，他们认为是这个世序呢，就是总共有35品，就是其中呢第3品是就是21度母占，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还有这个日藏大师等就是这个日藏大师等他们呢就是认为是这个21度母占呢，就是实际上是它是属于这个瑜伽序就是瑜伽序的这个570品呢，第570品呢就是21度母占。那么后来的这个别大德呢，认为是这个21度母占呢，不仅是它是这个世序当中的这个序部就是世序当中的而且呢，就是也可以称为就是瑜伽序里面，就是所以这是不相违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文殊正式明经的话呢，那么也有这个无上密法的这个解释方法，也有这个一般的这个普通密法的一些这个解释方法，所以它的这个究竟意义呢，就是无上密法以上的这个教义。但是在显现上说话众生不同的话呢，那么就是世序以上，就是也可以这样这个理解的。因此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一种这个密宗的这个经典，也可以说因此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呢，就是包括在这个唐密的时候呢，就是经常也有这个度母这方面的一些法门，就是只不过呢，就是汉地就是并没有就是大量的就是广泛的这个弘扬开来而已就广泛的这个弘扬开来而已。因此呢，我们这个度母占呢，就是每一个寄送的话呢，就是对这个怎么说就是对这个度母呢，就是有一些这个赞颂就是赞颂。然后这些这个赞颂的话呢，我们如果这个念诵呢，就是自然而然获得就是这些度母的这个价值。其实这个绿度母也好，白度母也好，就是实际上呢都是一个本体。那么度母是到底是菩萨还是这个佛母呢？实际上就是它是这个从究竟意义上看呢，它是这个已经成佛了的这个父母就是父母。我们这个大华皇王讲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五部父和这个五父母就是五个父母。五个父母当中的话呢，那么就是北方的这个不空成就如来的这个父母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实验度母就是实验度母呢，就是其中是这个是这个父母。但是在我们说话众生的个别众生面前呢，暂时这个现象就是菩萨形象呢，就是也未尝不可得。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承认，就是实际上这个度母呢，是真正就是成佛了的就是成佛了的这样的这个圣者呢，就是以女性的这个方式来就是度化众生。在众生面前的话呢，就是他显示各种各样，而且21度母呢，实际上是他就前除众生的就不同的各种这个灾难和各种这个痛苦就是各种痛苦。因此，我们任何一个人呢在你这个生活当
当中呢，就是遇到一些灾难呐、就是恐惧啊、危险呐、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心一意祈祷度母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一些老的这个学员呢，就是会应该这个心里记得很清楚的。以前上师如意宝呢，就是经常也是为了这个学员呐、为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些众生啊，要这个遣除一些灾难和痛苦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全学院的人，甚至呢就是要求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人们呢，就是一心一意的祈祷，就是度母啊，就祈祷度母。我们汉传佛教当中经常就是救苦救难，就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就观世音菩萨。那么也可以这么说，就是救苦救难，就是度母。就是其实度母的真正的这个含义的话呢，让我们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度过这个痛苦啊，就是谁来度呢？就是度母尊者来度。所度的是众生是什么呢？就是正在这个痛苦的这个众生啊，就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呢？那么就是众生只要有这个信心，或者是有人替这些众生就进行这个祈祷和这个就进行这个就全勤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这个智慧当中呢，就是自然而然对这些众生呢，就是开始这个进行加持，进行加持以后呢，他们就是会这个度过这样的这个难关，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末法时代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光是我们靠一个人理就是没有这个本尊的价值，没有空性母的价值，没有护法神的价值的话呢，一个人的自己的这个能力呢，相当于是风中的这个灯火一样的，就是很快就会这个吹灭的。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其他的一些助缘的话呢，即使这个无着恶事就是各种这个魔种和还有呢就是这个邪知邪见呐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违缘，就是不断就是兴风作浪的时候也，实际上呢就是有办法就是会这个这种这个僧尊们的这个加持就像这个空中的这个雨降下来之后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熄灭就是熊熊的烈火一样的，通过他们的这个智慧和悲心和加持呢，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些就各种这个灾难和一些这个苦难呐，就是可以呢就是一瞬间就是熄灭无余就是所以呢我在向那个我们在座的道友们呢，就是首先是对这个度母法门，就是要这个产生一种这个信心有了这个信心的话呢，什么事情都是好做的，就是包括我们闻思，其实闻思修行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呢，可能是在每天都是在这里学每天都是在这里这个思考就是这是对别人来讲是可能是一种惩罚，一种这个痛苦。但我们只要有信心的话，觉得是这是一种享受，就是人生当中的很有意义的一种这个行为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人的这个信心就是特别重要，就是你对不管是哪一个法门也好，就是做哪一件事情，首先是引发你的这个信心。如果你连信心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做这件事情呢，就是的确是听一堂课也是很困难的有些人都是不要说是长年累月的，就是听课就是听一节课以后的话，我原来遇到有个人就是他说我听说这个佛教里面的听课是很殊胜的，结果我去听了一堂课，哇，就是这个事件是多么多么的难过就是很难过，我觉得是很痛苦的，包括我的这个膝盖的是已经僵硬了，说的就其实那个大盘就是膝盖是不会僵硬的，但是呢，他认为这是非常的一种这个痛苦就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对任何一个法门呢，就是先看看那个自己的信心就是能不能提升起来。如果信心提升起来的话呢，做什么事情不要说听法就是度众生度众生的时候呢，到地狱的这个烈火里面去这个度众生，也是像这个就像经庄严论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菩萨呢把它当做也是像天儿这个入这个花园一样，或者是入这个海洋一样的这种这个感觉，就是所以我们先呢应该就是对这个度母法门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欢喜心和这个信心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僧尊的这个加持呢，就是也植入这个自信